何让大家喜欢和我们聊天？不仅要聊天，还要喜欢和我们聊天。聊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社交方式，即使现在我们在聊天软体上沟通，也依然延续着聊天这种方式。但要真正在聊天中受欢迎，其中一个关键方法是善于聆听。但聆听不仅仅只是听，而是有技巧的。这些我们会放在视频后半部分进行讲解。人们为什么比较喜欢善于聆听的人呢？或许你有这样的经历，和某人交谈时感受到他们全神贯注的聆听，仿佛你的每一个字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，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愉悦啊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经常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讯息包围，但有时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一个能够听进我们内心深处的朋友。那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懂得聆听的人，让聊天对象喜欢和我们聊天呢？我们每天都在与各种人交流，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社交场合。然而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与人对话时经常陷入一种敷衍的节奏，仿佛沟通只是一种形式而已。比如你和同事在讨论一个重要的工作问题时，对方可能就随便的回应我知道了，然后立即改变话题，直接略过之前那个问题。这种回答显示出对话者并没有真正倾听或者关心当前的主题，而是用一种漠然的态度应对。这种敷衍的交谈方式，我们很容易感受得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青睐于那些善于聆听的人。首先，为什么敷衍的交谈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感受呢？当我们与他人对话时，如果对方显得心不在焉，回应模糊，那我们内心很容易感到被忽略或被低估。这种感觉或许是微妙的，但却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彼此关系的认知。那下一次我们就会主动避免去接触这样的人。这就是人性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，所以我们只会去接触那些愿意倾听我们的人。而善于聆听的人之所以能够赢得青睐，正是因为他们在聊天中展现的那份尊重与关爱。当你与一个善于聆听的朋友对话时，你会感受到他们的专注，他们不仅听进了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更能够理解你言下之意。这种真诚的关心让人感到被重视，进而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情感连结。这种连结存在于日常中的方方面面。在团队合作中，善于聆听的领导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成员的需求和想法，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凝聚力。在学习环境中，老师善于聆听也能够激发学生更积极参与课堂，提高学习热情。在两性关系中，善于聆听的一半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情感，减轻误解和冲突的发生，有助于更和谐的相处。除了在人际关系和工作中，善于聆听也能够对个人的内在成长产生正面的影响。透过聆听他人的故事和经历，我们有机会从中汲取智慧，看到不同的人生视角。这种开放心态的聆听，让我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，扩宽自己的视野，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个多元化的世界。然而，要成为一个善于聆听的人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这需要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和真诚的兴趣，不只是听进对方的话语，更是去理解其中的情感和需求。正因如此，所以有人会说，聊天是一种体验，留下的是一种感觉。想象一下，你和一个朋友在咖啡馆里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下午，虽然聊天的具体内容可能并不是很重要，但是你们在一起的感觉却是温馨、轻松和愉悦的。或许你们分享了一些笑话，或者谈论了生活中的小事，但最终留下的是一种愉悦的情绪，一种友谊的温暖感觉。首先，我们要意识到，聊天并非只是为了传递信息，每一次聊天都是一场互动，一场情感的碰撞。我们从对方的言语中获取信息，更是从对方的情感中汲取共鸣。在这场沟通中，善于聆听的人会表现得愈发耐心、细致入微。当你与某人交谈时，对方不仅听到了你说的每个字，还能够感受到你的情感、态度，甚至是言下之意。那你会不会很开心呢？这样的交流是一种贴心的体验，让你感到被真正理解，这就是善于聆听的神奇之处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疑问，欢迎留言，我都会尽力回答。另一方面，聊天时的体验也与信任息息相关。当我们能感受到对方真挚的关注和理解时，信任就在心灵间悄悄生根。善于聆听的人不只是关注对方的言辞，更关心对方的情感需求。这种关心不是虚假的表面功夫，而是源自于真实的兴趣和关怀。在这样的交流中，信任得以建立，
而这是任何深刻关系的基石。所以善于聆听不仅是一种交际技巧，更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建立方式。对我一个 YouTuber 来说，我之所以强调善于聆听的技能，就是因为我深知聊天的本质是信息交换。就像是我和大家以这种方式分享知识，你们留下你们的看法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互相聆听。在我的视频中，我会与大家分享各种心理学知识，同时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。只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关于情商、心理健康、自我管理等资讯了。我也希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然后分享出去，不然你就很难再看到这样的内容了。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在交谈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有人可能想了，成为一个善于聆听的人，那不就是多听少讲吗？没错，但这并非代表将自己封闭在沉默中，相反，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，是对话中的一种默契。在聊天时，我们经常陷入争论和争夺发言权的困境，而善于聆听的人懂得让步，懂得倾听，创造了一种和谐的交流氛围。这样的人并非被动消极，而是主动选择透过倾听来理解更多，以便更好地回应对方。聊天时，我们往往会被自己的想法、感觉和观点所包围，但真正的沟通不是单向的，而是一种相互理解、共鸣的过程。因此，倾听的艺术不仅是聆听对方的言语，更是能够感知对方的情感，理解对方的需求。倾听不只是一种技巧，更是一种态度，一种真实关怀的表达方式。只有足够了解，才能做出更好的回应。聆听是一种高度关注和专心的表达。当我们真正专心聆听时，不仅能够理解对方的言辞，更能够捕捉其中的情感色彩。这使得沟通不再是简单的讯息传递，而是一场深入心灵的互动。当你的朋友与你在分享他们的快乐、悲伤或焦虑时，你的倾听不仅仅是在接受讯息，更是在共同创造一种情感连接。除了倾听，善于聆听的人懂得适时的给予安慰与支持，创造一种相互依赖的情感氛围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情感的表达和共鸣是至关重要的。有时对方可能会被压力或挫折所困扰，而这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愿意聆听、理解并支持他们的人，会是一种莫大的安慰。有一对情侣，其中一位正在面临工作上的巨大压力，可能是由于一个重要项目的截止日期将近，这个人可能感到焦虑和沮丧，对未来的工作前景感到不安。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位伴侣听后并非简单的表达理解，而是适时的给予安慰与支持。具体来说，另一位伴侣可能会回应道：亲爱的，我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有点吃力，但请相信你自己，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能够一起面对。这种言语背后传达的不仅是对伴侣的理解，还有一份坚定的支持和相互依赖的情感氛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工作中的压力逐渐减轻时，这个给予安慰与支持的瞬间就会成为两人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这并非仅仅是一次表面的安慰，而是在情感上彼此依赖的建立。这样的支持不仅让倾听者感到被理解和接受，也让发声者感到在困境中并不孤单。这种相互依赖的情感氛围有助于双方关系的深化和稳固。所以人们喜欢善于聆听的人，并非只是因为他们听，更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去听，如何去回应，如何在聊天中创造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。有经验的聊天高手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插入自己的看法，而不是过早地将话题引向自身。这并非是一种傲慢的表现，而是一种尊重对方、给予对方表达空间的智慧。这样的沟通方式让对方感到被重视，也让整个对话更有深度。想象一下，在与某人的交谈中，对方一直将话题集中在他自己身上，而你似乎无法找到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，这样是很沮丧无趣的。相反，当我们遇到那些擅长倾听、愿意分享共同经验的人时，整个沟通就会变得更愉悦、更轻松。这正是聊天时善于聆听的人所具备的独特魅力。善于聆听的人知道等待是一种美德，他们不会急于插嘴，而是耐心等待对方表达完毕。等到对方即将结束时，再巧妙地引入自己的观点或经历，
使得对话更加平衡丰富。这种等待的过程不仅显示了对他人的尊重，也为自己的表达创造了更好的时机。更进一步，善于聆听的人还懂得烘托气氛，这意味着当他人表达时，他们能够巧妙地引导对话，让对方更深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这种参与的方式不是为了抢夺对话权，而是为了共同创造一个更有趣、更有深度的交流环境。这种协同的沟通方式，使得聊天不再是单向的表达，而是一场双向的心灵对话。所以聊天时人们喜欢善于聆听的人，并非因为他们默不作声，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用心倾听，懂得尊重他人的表达。在聊天中，真正的默契和深度来自于对彼此的理解和关怀。善于聆听的人不仅懂得保持适当的沉默，更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分享自己的看法，使得整个对话更加丰富多彩。在下一次的聊天中，或许我们都可以试着更注重对他人的聆听，而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表达。透过这样的改变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聊天可以是一场更深刻、更有意义的体验。无论是在亲密关系或工作场合中，善于聆听的人都能够在沟通中脱颖而出，创造出更有趣和更有共鸣的人际关系。希望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都可以运用聆听，在聊天中更受欢迎。如果你觉得这些思维还算有用，那我呼吁你来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关于情商、心理健康、自我管理等资讯了。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如果没有看过上一期关于聊天方法的视频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哦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。